3月，四凤忙活着种辣椒，刘家已经买了几亩地，加上姚菊英家的和四凤家的，所有的辣椒苗都种下去了，棉花苗也种了下去。双柱家空地和北坡的荒地种上了棉花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前进展。这天，四凤和乌鸦去刘家的地里面查看辣椒苗，两个人在刘炳元的陪同下正查看种在地里的辣椒苗。乌鸦忽然拉了四凤一把，四凤抬头就看到不远处的官道上过来了一大队人马。这个人马足足有40-50号人，因为离得远看得不是太清楚，不过四凤还是能看清楚，他们都戴着帽子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咱们这地方很少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吗？穿的还那么讲究，怎么那里面还有几个不像汉人，倒像是北漠人？我出去打听一下。不用打听，那是北漠使团。北漠使团？是啊，每年咱们和北漠都会互派使团，这北漠使团呐是去大名府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拐到咱们这儿来。姑娘，有点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使团从北漠上京出发，经过燕京，北漠人叫南京，一路南下就能到大名府。咱们这里在大名府的西北方向，他们的路线不应该走这里，他们应该管陶县，而不是青阳县。刘炳元不明白四凤和乌鸦怎么会对北漠使团走哪条路这么感兴趣。乌鸦姑娘，你管他们走哪条路呢？又不碍着咱们什么事儿，管他呢。四凤冲乌鸦使了个眼色，乌鸦不再说话。两个人查看了半天辣椒苗，这才告别刘炳元往家回。姑娘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四凤笑笑，你要是觉得不对劲儿啊，就去看看，他们如果去青阳城，你这会儿还追得上。乌鸦和四凤告别，沿着官道大步追去。四凤看着乌鸦的背影，半天没有动。乌鸦是柴王府暗卫营的，从小训练，对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非常敏感。四凤索性一边走一边想，柴君玉讲过的，北漠和大宋打了20多年的仗，双方各有输赢，不仅是大宋，北漠也一样。四凤走着走着撞到了一个人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路，没。哟，这小妞长得还挺水灵的，你是故意往大爷身上撞的吧？来，让大爷好好看看，跟大爷耍耍去。哟呵，小妞还能躲开？躲什么躲呀？跟大爷快活去，保证你。哎呀，你敢摔大爷我？好，我让你好看。哎呀，打人了，打死人了！看来你是真想死啊！行，成全你，今天姑奶奶就打死你，明年就是你的忌日。武大郎，你这又是去哪逛黄汤了？欺负人家小姑娘？你看看人家小姑娘才多大点，你还欺负人家，也不嫌丢人呐？周围说什么的都有，那人依然躺在地上，哼哼唧唧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四凤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杀人了！俺家大郎让人给杀了，青天白日的，还讲不讲？”四凤回头，竟然是姚牡丹。难道地上这位是姚牡丹的女婿？你为啥打俺家大郎？四凤冷笑2声，这世界可真小，吴大郎还是武大郎呢？姚牡丹，管好你男人，要是他再撞到我手上，没准我真的能把他扔到小友河里。姚牡丹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四凤走了，吴家大郎还躺在地上哼哼唧唧，众人哄笑着散开。四凤独自先回家，不知道为什么北漠使团的事儿一直在他的脑子里。如果发现北漠使团有异动，他要第一时间通知柴君玉。乌鸦一直到第3天下午才回来，乌鸦带回来的消息让四凤很纳闷。北漠使团住进了青阳城的悦来客栈，按照乌鸦的说法，北漠使团要去京城，本不应该走这条路，可是使团偏偏就走了，20-30号人就这么住进了悦来客栈，还把客栈其他的客人都赶走了。乌鸦还说了他化妆潜伏进客栈，盯了1天1夜，这才回来。姑娘，那些人里面有10个北漠人，确实是北漠使团，主使是北漠翰林学士。这位主使说话做事倒是循规蹈矩，但是他身边的一个侍卫我觉得很奇怪，那位侍卫40多岁，看起来倒比主使更有威严。四凤听得很认真，点头示意乌鸦继续说下去。昨天晚上我潜伏在客栈，见那个侍卫半夜里出去了，我不敢跟得太近，远远地跟着他。他去了青阳城西的一处宅院，我躲在树上，看到他和一个人商量了好一会儿，那人还给了侍卫一件东西。侍卫出来后就回了客栈。今天早上使团离开青阳城，方向
是大名府。青阳城西，你白天去查看了吗？查看了，是一处空置的院落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。四凤沉默，乌鸦带回来的这消息到底有用没用？北漠使团为什么舍弃主路不走，偏要来青阳城？还有，北漠使团这么兴师动众来青阳城，难道就为了见一个人，拿一样东西？这有些不合常理，傻子才会这样干。劳师动众，还目标明显，北漠人要见青阳城的人，可以让北漠人假扮成汉人进青阳城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呢？四凤百思不得其解，实在思考不出来。四凤决定明天去趟青阳城。次日，四凤和乌鸦一早到镇上，从邹志江那里借来马车，两个人直奔青阳城。到了青阳城，四凤和乌鸦去了青山酒楼。海掌柜见四凤来了，分外高兴，非常殷勤地把四凤迎到雅间。四凤说他看中了城西一处宅子，想买下来，就是不知道那处宅院是谁家的，因为只打听到宅子没有主人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人，所以就过来请海掌柜帮忙问问。海掌柜二话没说，要亲自去打听。四凤决定跟着海掌柜一起去，理由是想亲自进宅子里看看，毕竟是自己要买，海掌柜不疑有他。三个人一起去了城西，海掌柜没有直接去那处宅子周围打听，而是去了宅子对面的一家。在海掌柜的打听中，四凤乌鸦知道了海掌柜找的人是他表弟，也是做小生意的。那个宅子原本是一位姓叶的商人的，大约5年前，叶姓商人带着一家人去了府城，宅子就空了下来。现在宅子里面只有一个老苍头在看门，又聋又哑。千万别买这宅子，闹鬼。四凤乌鸦对视了一眼，四凤脸上一脸惊慌。那我就不要了，还说这宅子挺好的，原来闹鬼啊，我最怕鬼了。海掌柜带着四凤乌鸦回了酒楼，已经是下晌。海掌柜请四凤乌鸦住一晚再走，四凤欣然同意，住一晚更好，乌鸦也好夜里再去探一探。想到乌鸦能去夜探宅子，四凤有点懊恼，他要是会轻功，会飞檐走壁，是不是也能大晚上飞来飞去的？深夜，热闹了一天的酒楼渐渐沉入了寂静。四凤看着乌鸦几个纵身就消失在夜色中，不禁感慨，有功夫就是好，他要是有这身功夫多好，他还得好好练武。四凤躺在床上不睡觉，乌鸦不回来他也睡不着。北漠使团这时候来，既然是每年例行的访问，那为什么要拐到青阳城？青阳城里到底有什么？四凤思来想去，想不明白。1个多时辰后，门悄无声息地开了。你可回来了，没什么事吧？可发现了什么？我进了宅子，本想去那天晚上北漠人和那人见面的屋里查看，却看到了那个老苍头，他绝对不是又聋又哑的人。不聋不哑？是，我到了一个房顶上，因为不确定宅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，我先用一个石头子打进了宅子试探，结果那个老苍头竟然从屋里出来了。他虽然行动迟缓，但是他出来的也太巧合了。我又打了几个石子，那老苍头虽然没有朝石子的方向去，但是我看出他的头向我所在的房顶转了转，虽然只是转了一点点，但是他确实转过来了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那天晚上见到的和北漠人接头的是这个老苍头吗？不确定，之前我并不知道宅子里只有一个老苍头，老苍头这样，我担心打草惊蛇，没有再继续查下去。这么说，你一直都在房顶上等到现在？乌鸦摇摇头，我在房顶上等了一会儿，等老苍头进了屋，才悄悄地滑进了院子。担心老苍头出来，我没敢去那间屋子，只在院子里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发现。那老苍头呢？他回屋后一直都没有动静，灯也熄了，但我总觉得他在监视着院子。四凤陷入了沉思，老苍头掩盖身份，北漠人夜入宅子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个不起眼的青阳城怎么会有北漠人要的东西？那个侍卫在北漠是什么身份？他在老苍头那里拿走的是什么？次日一早，四凤找海掌柜说思考了一夜，还是觉得那个宅子不错，想再去问问，万一那宅子要卖呢？海掌柜很奇怪，不明白为什么四凤就相中了那处宅子。那宅子在城西，院子里面荒草遍地，宅子外面也不是多繁华。四凤姐弟3个要买宅子，应该选在闹市区，这样更方便。
但海掌柜得了乔瑞林的吩咐，但凡是四凤的要求，无条件应下。海掌柜和四凤一起又去了城区的宅子，乌鸦留在酒楼。海掌柜拍响了大门，好一会儿门才打开。海掌柜表明来意，老半天老苍头才含糊不清地说他不管，主家只让他看门，没说卖不卖。海掌柜和老苍头说话的时候，四凤一直在观察老苍头。老苍头驼背，说话的时候含糊不清，听海掌柜说话时，他一直盯着海掌柜的嘴，这样子毫无挑剔。这个耳背且表达不清楚的人，但是四凤还是看出了一点端倪。老苍头的右手虎口有很厚的茧，而且他的右手下意识的总蜷成一个圆，像是握着一根棍子一样。最关键的是，老苍头有意无意的看了四凤两眼，就是这两眼让四凤确定这老苍头不简单，因为他看向四凤的目光非常的清明，没有一丝浑浊。没有确定老苍头到底是什么人，如果他们要查下去，可能打草惊蛇。四凤决定回去，发现老苍头不是一般人，这已经算是最大的发现了。他和乌鸦势单力薄，而且对方什么目的，想要做什么都不清楚，他得谨慎行事。四凤把他和乌鸦发现的问题写了封信，用蜡封封好，委托海掌柜把信送到京城。办妥了这件事，四凤和乌鸦回了镇上，再回杨家里。到了家里，五凤和蓝妞一起做绣活，见到四凤回来，五凤小声地说了件事儿：姐，二姐回来了，刚才还来找你，我说你不在就走了。刚才大嫂过来了，说李大公子出事，三公子去接大奶奶和孩子，三公子去和官差理论，被官差打了，抬回去后缺医少药的，大奶奶也是病歪歪的，结果两个人都死了。李大公子的两个孩子被仆人带回来了，李家的家产已经充公，二公子二奶奶把二姐娘俩赶出来了，二姐就抱着孩子回来了。四凤依然没有出声，柴君玉出手，没有让他们抄家灭族就是好的。可惜李老太太死得早了，没有看到现在的李家。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李家，是不是会后悔当时的决定？如果他们算计的不是四凤，是寻常姑娘，这事儿说不定就成了。李家家大业大，那姑娘忍气吞声，傻子娶了媳妇，这事儿就圆满了。可是偏偏四凤不是一般人，偏偏和珅是柴君玉，李家就这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二凤在东院住了2天，倒也安生，但玲姐儿总不能老在屋里。玲姐儿一出院子，李翠花就扯着嗓子骂，姚王氏愁容满面。玲姐儿那么小，不懂事的孩子，李翠花一骂，玲姐儿就哭，怎么办？姚老爹厌烦无比，看着姚二凤，眼都是黑的。二凤一回来，家里鸡飞狗跳，李翠花骂，玲姐儿哭，姚老爹气哼哼的跟姚老大说，让姚老大赶紧把二凤送走。姚老大跟姚王氏说让二凤走，姚王氏左右为难，让二凤走能去哪儿？姚老大和姚王氏商量，赶紧给二凤再找一家，让二凤嫁出去。可是二凤脾气倔，根本是油盐不进，姚王氏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。二凤就一句话，这是我娘家，我不走就不走，再嫁也是他挑人，不是人挑他。二凤心里明镜似的，他知道他爹娘惧怕的是四凤，也知道姚州氏为什么要骂他。第3天，二凤抱着玲姐站在西院门口，四凤，二姐知道错了，二姐求你，二姐求你高抬贵手。二凤扯着嗓子冲着西院声泪俱下，村里的人慢慢都围拢过来，纷纷议论，猜测二凤和四凤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四凤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就是让我跳小友河去死，我没二话。可是求你看在玲姐的面上，玲姐这么小，她已经没有了爹，再没了娘，可怎么活呀？四凤，三叔死得早，三婶改嫁，你知道没爹没娘的滋味，难道你就忍心玲姐这么小就没有了爹娘？二凤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，这份声泪俱下，这份伏低作小，让村里很多人都同情起来。这位妇人，你跪在我家门前，脏了我家的地，起开，我要洗洗地。乌鸦虽然笑着，但是眼睛里迸发杀意。二凤吓得打了个哆嗦。大伯娘，我以前说过，
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你们执意要留下这个人也罢，你们不顾立夏哥的前程，我也没法子了，就让立夏哥回来吧。四凤啊，不能，俺现在就送他走，现在就送。昨天俺就说了让他走，秀儿啊，回去把你二姐的包袱拿出来，快送走。村里人议论纷纷，虽然不知道四凤为什么对二凤如此反感，但大多数都是站在四凤这边的。四凤给村里建了水车，还办起了学堂，这就是拿人的手短。二凤被姚王氏拉回东院，姚周氏见二凤湿漉漉的回来，拍着大腿叫好。偏偏玲姐儿从秀儿怀里挣扎下地，跌跌撞撞奔向二凤，不小心碰到了李翠花。李翠花一脚把玲姐儿踢倒，还骂玲姐儿是个扫把星。这一下二凤发怒了，刚才她被乌鸦泼了一身水，那是她欠四凤的，凭什么李翠花还来挤兑她？李翠花凭什么踢玲姐儿？李翠花算什么东西？几个人热火朝天闹腾了一会儿，几个人都挂了彩，也都精疲力尽。当然有人要问，家里都闹成这样了，男人们呢？男人们都去地里了，这个时候男人们不在地里能去哪里？姚周氏花白的头发披散着，他没有受伤，但是却也坐在门槛上喘着粗气，想拿着擀面杖打二凤，又不想被二凤和李翠花打到，这是个技术活。二凤啊，你走吧，你再去求求二少奶奶，你毕竟是李家人，玲姐儿还是李家的小姐，你好好求求人家，家里你实在是住不下去呀。丧良心的李翠花，你在李家挣钱的时候咋不说？咋不撵我？你忘了你低头哈腰那样？呸，恶心！骚狐狸，我们那是正经做生意，呸，我们的糟鱼卖给你还是便宜的。姚周氏已经没有了力气，但这不耽误他骂人，不迭声的骂二凤，骂二凤黑心烂肚肠，骂二凤给牡丹找的人家不好，连彩礼都没有。总之姚周氏把自己所有的委屈都算到了二凤头上。行，娘，我走，我去求李家。二凤说完，拿着包袱头也不回的出了东院。四凤听说二凤打完架，一个人带着包袱走了，慢悠悠的说了一个字：狠。二姐咋狠了？自己走，不带走玲姐儿。不会吧，听外面的人说她是去李家求情了，肯定还会来接玲姐儿的，玲姐儿还那么小。五凤，你不明白，这世上有些人的心就是石头，谁挡了他的路，他就会把那人视作敌人。看着吧，他不会回来接玲姐儿的。五凤将信将疑，不过二凤一走10来天不见踪影，五凤就知道被他姐姐说中了。二凤就是个狠心的，连女儿都不要了。偶然的一次，四凤从镇上回来，坐杨老九的船。四凤和乌鸦说着在镇上听到的北漠的一些事情，杨老九忽然就插了两句：北漠人贼心不死，萧家人一个个都是虎狼之心，迟早北漠和我朝有一场大战呢。可惜啊，潮州那些人被表象迷惑，烟云16州啊。哎，杨老九不知道是对四凤说的还是自言自语，那种悲怆的表情让四凤愣怔。九爷爷，萧家人是谁？四凤丫头，老九经常会有些感慨，我们呢都见怪不怪了。萧家人里面肯定有老九的相好。回到家，四凤去了隔壁双柱家。叔，问你个事儿。双柱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示意四凤问：撑船的九爷爷以前一直都撑船吗？哦，听我爹说，以前撑船的是九叔的爹，九叔并不在家，好像是在外面当兵，后来九叔就回来了，还带着媳妇儿，再后来媳妇难产死了，九叔就开始撑船了。双柱知道的也不多，只有那么一点，但四凤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。杨老九以前还当过兵啊。天将黑的时候，四凤去找杨老九了，当然不是空着手。四凤提着一壶酒，还带着五凤做的饭菜。杨老九正在收船，他把缆绳拴在木桩上，正要离开，却看到四凤笑眯眯地站在不远处。小凤凰，你是瞅见你九爷爷没饭吃，来给我送饭吃来了？是啊，有酒有菜，还有馒头，还有粥。好事好事，还是小凤凰好啊。来，九爷爷也不跟你客气。四凤跟着杨老九去了杨老九家，杨老九没让四凤进屋。现在天也不冷了，咱爷俩就在院子里。成，听您的。好酒，这是你从京城带回来的吧？
是啊，京城的酒，去的时候我说我给您烧酒的，看看我没有骗您吧。哎呀，小凤凰就是小凤凰。四凤看着杨老九，听杨老九扯闲话，说着说着，四凤突然提了一句：九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在哪里当兵啊？霸州。杨老九几乎是脱口而出，没有丝毫迟疑和磕绊。杨老九说完，嘿嘿嘿的笑。小凤凰，套你九爷爷的话，你这可不厚道啊。九爷爷，我最喜欢听故事，您说说呗。都说北漠占据了咱们的燕云16州，那地方到底是什么样？燕云16州啊，那地方可美了。九爷爷去过？没去过。没去过，您怎么知道那儿很美？还听不听了？听。听就别插嘴。四凤吐吐舌头，安安静静的听杨老九讲。这一讲一直讲到了月上柳梢，杨老九喝了酒，说话开始颠三倒四，四凤却从杨老九的话里得到了不少信息。日子就在这般安闲平静中一天一天的过。一晃2年过去，东宝在学堂2年，先生跟四凤说，东宝应该去更好的学堂去。四凤决定搬家，搬去青阳城，这样更方便东宝学习。在海掌柜的帮助下，四凤在青阳城买了一处宅子，离青山酒楼不远。海掌柜的意思，离酒楼近，好互相照应。四凤没什么意见，海掌柜这样正中他下怀。他要出去走走，留下五凤和东宝2人在家，他也不放心。2年间，刘家的辣椒酱生意越做越红火。现在不仅刘家种了10亩辣椒，孟旺种了5亩，还有双柱家也种了5亩。辣椒种下去的第1年丰收，四凤教刘炳元做了辣椒酱和辣椒末，按照之前说好的，邹志江要了1半之多，剩下的刘家自己卖。刘家现在已经是青山镇出名的辣椒作坊。刘年人知道自己家生意这般红火，离不开四凤。虽然四凤不提，但刘年人还是给了四凤分红，并且告诉儿子刘炳元一定要照他说的做，不能有丝毫更改。刘炳元吃过了亏，也明白自己老爹的意见是对的。2年间，姚周氏和姚老二照样没有停止作妖，软磨硬泡从姚菊英那里弄来辣椒，结果种的辣椒收成不好，刘家不收。不过四凤对姚周氏和姚老二的闹腾并不放在眼里。但是让四凤最为恼火的一件事就是姚牡丹。吴大郎叫吴小德，吴小德见刘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而且刘家的生意靠着姚四凤，他就想插上一腿。吴小德和姚牡丹说好话，希望姚牡丹在四凤面前说和。吴小德的想法很简单，姚牡丹可是姚四凤的姑姑，这长辈说句话，晚辈肯定得听。到时候他做辣椒酱，像刘家一样，数钱数到手生疼。但是姚牡丹哪敢去找四凤说话？再说他心里还有疙瘩，四凤和他的过节大着呢，他可不去触那眉头。吴小德见姚牡丹不行动，就威胁姚牡丹，说姚牡丹要是不去说和，他就娶亲。吴小德还说，谁都知道他吴小德还没有成亲呢，姚牡丹是自个儿贴上来的。他现在想成亲，只要他开口，屁股后面一堆一堆的人，到时候姚牡丹只能做小。姚牡丹一听不干了，他没有和吴小德拜堂是真，但是他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吴小德凭什么再娶妻？姚牡丹不愿意做小，就抱着儿子回了杨家岭。这是姚牡丹离开杨家岭后第一次回去。走上熟悉的路，姚牡丹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当初把姚周氏的钱袋子一扫而空，姚周氏肯定很生气。不过姚牡丹相信，凭着姚周氏对她的偏爱，姚周氏一定会原谅她的。不得不说，姚牡丹对姚周氏的脾气摸得很透。一进东院的大门，姚牡丹就亲亲热热地喊娘。姚周氏愣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但姚周氏反应过来后，拿起笤帚就打了过来。姚牡丹一边哭一边求姚周氏看在外孙子的份上原谅他。姚老二眼睛多亮啊，见吴小德手里提溜着这么多东西，姚老二捅了捅李翠花，哎呦，这是牡丹的儿子啊，你瞅瞅，这长得白白胖胖多好啊，娘啊，你瞅瞅你瞅瞅，这眉眼呐像娘，一看就是个聪明的，将来能考个状元。姚周氏听李翠花这样说，心里稍微有点舒坦，
又见吴小德手里大包小包的提了不少东西，心里的气消了许多。娘，牡丹都知道错了，您看牡丹都跪老半天了，还有妹夫，总不能让妹夫拿着礼老站着呀。娘，这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，您看在妹夫的份上，那事儿就接过去得了。姚州市也打累了，听姚老二和李翠花这般恭维，就坡下驴，他也就不打了。吴小德见此情景，巧舌如簧。小婿知道岳母为什么生气，一来是小婿那时候没有上门求娶，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意出了一些状况，家里面实在是穷困；二来牡丹把岳母的钱都拿走了，岳母这事儿您听小婿解释，牡丹也是为着您着想啊。您那些东西是死的，但是放在我这里可是钱生钱呢。我们今儿个是来给您二老送钱来的。姚州市一听送钱来的，脸上的愤怒渐渐变淡。不看在我大胖外孙的面上，我饶不了你，非打死你不可。一帮人进了北屋，吴小德把钱袋子放在了桌上。嘿，这小子是不是傻呀？竟然把钱送回来。岳母，这是牡丹当时拿回去的钱，今日给您老人家送回来。另外小婿还多给了你30文钱，就是这些钱的利钱。当初牡丹是想着用钱生钱，可是那时候这种情况牡丹也说不清楚，只好把钱拿走了。这2年小婿本该早点登门还钱的，可是铺子里事多，一直耽搁到现在了，还请岳母原谅。姚老二早就想借着吴家的铺子做生意，或者让他去吴家的铺子里当个管事也行。姚老爹回来时，就见到姚州市抱着姚牡丹的儿子，正喜笑颜开，想着姚牡丹做的那些没脸事儿，姚老爹脸黑了。吴小德拉着姚牡丹赶紧给姚老爹跪下，又是一番声泪俱下。姚老爹看着从小疼到大的老闺女，心也软了。姚牡丹那件事就这么一笔勾销了。吴小德能言善辩，见姚家人不再追究姚牡丹过去的事儿，这才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。姚老爹一听吴小德是想让四凤去给刘家说说，让他也做辣椒生意，顿时沉默了。四凤和姚牡丹之间的过节他知道，当年姚牡丹算计和珅不成，被四凤发现，就差没有打到姚牡丹的脸上。牡丹还在西院偷拿过几次东西，四凤非常的厌恶。姚老爹并不知道姚牡丹偷四凤首饰的事儿，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更加的没有底气。岳父呀，你想想啊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凭什么生意都让那姓刘的做呀？姓刘的又没有给您孝敬1分钱。小婿想必啊，我们家好歹也是做粮油的，那在镇子上也是有声望的。这辣椒生意要是我们家做了，到时候二哥可以去镇上做个掌事，春生也能去，那咱们一家不就富裕起来了吗？吴小德还真是能言善辩，能说会道，一番话把东院大房二房的人都给算进去了。姚老二顿时两眼放光，仿佛他立刻就成了掌事。巧舌如簧的吴小德把姚老爹说动了，在吴小德的描述里，辣椒生意俨然成了姚家的生意。姚家的人个个都去镇上做生意了，姚老二成了掌柜，春生也能挣大钱，连带着三凤、立秋等人也有了事儿做。姚家东院眨眼间就成了数1数2的有钱人。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姚老爹，因为这事儿只有姚老爹去说才行。我去跟四凤说说去，行不行？不敢保证。众人都点头，只要姚老爹开口去说，肯定行。爹啊，这得好好的跟四凤说，这可关系着咱们东院的将来呀。四凤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，咱可是一家人。以前我混做了一些对不起四凤的事儿，往后我好好的，肯定不再做那些混账事儿了。我可是四凤的亲二伯呀。爹，你好好说啊。姚老爹听姚老二这样说，很欣慰。姚老二能知道错了是好事。岳父，小婿跟你一起去吧，我这个姑父还没见过亲侄女呢，我还带了见面礼，咱们好好说，四凤定然会同意的。爷爷，有事吗？四凤啊，爷爷跟你商量件事儿，你看可行不可行？行，准行。这事儿啊，咱们东院都商量好了，准行。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大好事啊。四凤不看吴小德，也不说话，只看着姚老爹，他要看看姚老爹会怎么说。这是你小姑父，在镇上卖粮油，姓吴。小姑父，老姑啥时候出嫁了？我们从京城回来，不是说老姑去走亲戚了？这一走就是2年多，啥时候老姑出嫁了？咱们也没去吃酒席呀。四凤这话把姚老爹堵得说不出话来。
姚老爹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该怎么说？说姚牡丹那时候是不检点，大着肚子出门，吴家没有来接亲，姚牡丹是自己送上门的，说出来能丢死人。四凤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家呢那个时候困难，生意不好，就和你老姑、你爷爷奶奶商量着一切从简，所以这婚事就没办。正巧你们又不在家，这件事啊就被人传得不像样。其实你老姑是我明媒正娶的，不信你到镇子上打听打听。四凤眼风都不扫吴小德，看着姚老爹，等着姚老爹的下文。吴小德看着傲然的四凤，心里翻腾得不得了。这个小丫头长得比姚牡丹好100倍了，镇上的邹掌柜和流年人都和她交好，都听她的。这小丫头要是能进自己家，那钱还不都跟流水一样，哗啦哗啦来了。姚老爹觉得吴小德这话把他的面子拾起来了，很好。四凤啊，你跟刘家做那辣椒的生意，能不能让你小姑父也参与过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刘家现在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咱们姚家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啊。对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呐。四凤，这生意我做了，你二伯父去镇上做掌事，你大哥春生也在店里面帮忙收收辣椒什么的。往后这生意啊都是咱们的，到时候那分红什么的都是咱们自己家人，关起门来好商量。哦，你们都商量好了？姚老爹了一声，又觉得哪里不对，但是一时间也想不起来。对，就是刚才商量的。咱们家做了生意赚了钱，到时候咱们家可就是数一数二的富户了。有人当掌柜，有人收辣椒，有人坐等收钱，我的好处呢？四凤，你就等着吧，小姑父肯定给你找一家镇上顶顶的好人家。还有吴凤，让你们姐俩都嫁到镇上，也好有个帮衬的。哈哈，还真是好事儿。四凤啊，这说到底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以前你二伯二伯娘他们做的不对，刚才我来的时候啊，你二伯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了。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四凤，你还小，一个人再强大也离不开家族啊。爷爷想着你是受了委屈，爷爷知道，这往后啊，爷爷定然好好的看着，不让他们再做出格的事儿，让他们好好的带你们姐弟3个。你爹不在了，你们仨成了孤儿。爷爷看着心疼啊。这门生意要是做得好了，咱们一家都好好的，多好啊。爷爷说的对，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，那你们去做呗。吴小德很开心，四凤这是同意了。姚老爹也放下了悬着的心，就害怕四凤不答应。四凤竟然答应了，很好，四凤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那好，我们这就……不对啊，四凤，没有那辣椒酱的秘方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啊，你得把秘方给我才行啊。四凤咯咯咯地笑了，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脸真大，比木盆都大。他们在东院一商量，就把辣椒生意组成了姚家东院和吴家的生意。哈哈，这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还真是高明。四凤很失望，对姚老爹非常非常的失望。秘方在刘家，不在我这儿。那秘方不是你给刘家的吗？哎呀，你再写一张就行了。你别以为小姑父跟你开玩笑啊，那辣椒酱的生意现在刘家独一份，那挣钱海了去了。刘家可一点好处都没给你们，没有孝敬你爷爷奶奶。这生意我做了，孝敬你爷爷奶奶那可是没得说的。爷爷能行吗？秘方已经卖给了刘家，当初说好了的独家经营，现在我再写一份秘方行吗？姚老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。四凤把秘方给刘家，当初肯定有协议，就跟当初四凤卖糟鱼一样。四凤说不卖给别家，那就不能卖给别家。爷爷，您之前说做人要讲究诚信，做生意也是，现在怎么又要让我把秘方写出来另卖了？再说那秘方当初卖给刘家，刘家出了2000两银子，这位你能出多少？吴小德惊得连连后退，2000两银子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刘家那刘炳元死抠门，会拿2000两银子来买秘方。四凤该不会是不想给秘方，所以才这样说吧？四凤这样说，姚老爹矛盾了，一边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守信义，一边是想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。姚老爹左右为难，吴小德却不想那些。四凤，我可是你小姑父呀，咱们是一家人呐。你把方子给我，我会向外宣传吗？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开始，大姨子那边的辣椒收上来，你们这边的地也全部都种上辣椒，
咱们不就把生意做开了？还有啊，我听牡丹说你跟酒楼那邹掌柜的交好，到时候让邹掌柜收咱们的辣椒酱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。这是空手套白狼呢。吴小德真不愧是做生意的，这算盘打得可很好。打住，别小姑父说的亲切，我认你吗？这空手套白狼的手段高明，可惜啊，我姚四凤不吃这一套。辣椒生意是刘家的，你想都别想。爷爷，您要是没有其他事儿，我回屋了。姚老爹目瞪口呆，来的时候虽然说不准四凤会不会同意，但是心里面有6、7成的把握。可是现在四凤把话说成这样，他还能说什么？姚老爹叹了一声，艰难地往外面走。2年前镇上你是不是喝醉了酒？吴小德挠挠头，他经常喝酒，哪记得那么多。姚老爹一听四凤这么说，站住了。姚牡丹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孩子，你喝多了酒，遇到了一个小女孩，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堆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小女孩就是我。吴小德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真不记得了，他几乎每天都喝酒，哪记得遇到什么小女孩的事儿？老天爷，该不会是2年前自己灌黄汤多了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惹恼了四凤吧？姚牡丹偷我首饰的事儿，我还没有找他算账，他还有脸来掺和辣椒生意，是觉得我好欺负吗？乌鸦，数到3，不走就打出去，别在这里脏了我的院子。他猛然间想起来了，有那么一次，那小丫头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她喝多了，被一个小丫头打了。酒醒后在床上躺了2天。姚牡丹说她不该招惹那小死妞，难道那就是姚四凤？妈呀，坏了！姚老爹也听到了四凤该说的话，原来四凤那首饰是牡丹偷的。姚老爹再也没有脸在西院门口站下去。姚老爹黑着脸步履蹒跚地回到东院，后面吴小德紧跟着回来，东院的人都看着这2个人。姚牡丹看吴小德的脸色，就知道这事儿不成。其实没来之前他就知道不行，奈何吴小德不相信。他爹，那死丫头咋说？姚老二一看就知道完了，没成，但是还是不死心。爹，你没好好给四凤说说？咋说？你让我咋说？那房子是卖给刘家的，签了文书。啥？卖给刘家了？刘家拿了多少钱呢？那可是老姚家的房子，得拿回来。姚周氏跳起来不愿意了。刚才姚老爹和吴小德去西院，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，谁干什么谁干什么，那都分好工了。这会儿姚老爹忽然说房子卖给了刘家，那怎么行？你去呀！你天天瞎咧咧，有本事你去！老姚家啥时候有这房子？姚周氏张大嘴，刚要说去，可是想着官差那样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就四凤那死丫头的张狂劲儿，去趟京城连一条线都没有给他烧。他说话，四凤能听？爹，要不成咱们不要房子，让刘家分给咱们一半生意也行啊，或者让我去刘家跟着学做辣椒酱。去年你从你大姐那里得到了辣椒苗，你要是好好种，也能够有点进项，还让刘家分一半生意，分给你啥呀？钱，你咋不去抢啊？这事谁想做，谁去找四凤说，我不管。姚老爹气哼哼背着手出门，他很憋屈，很难受。四凤不听他的，东院这帮人却还传着他去找四凤说和。吴小德不是个正经人，这一家没一个好的。被四凤拒绝后，姚周氏又在东院跳着脚拍着腿骂了2天。西院这边的人听得很清楚，全当是听戏。四凤照样过着自己的日子。这2年，四凤一直都在乌鸦的陪伴下练武。乌鸦是暗卫营出来的，从小练武，手底下的功夫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这天，四凤和乌鸦照例天不亮就去了山上。四凤和乌鸦各自单练了一会儿，又开始互相喂招。2个人正打斗间，乌鸦忽然撞击四凤，四凤一个纵身躲到了树后，乌鸦就地一滚，也躲到了树后。2个人都看向一个方向，只见一截树枝打到了他们2个刚才的地方，飞直到后面的树上落了地。四凤乌鸦对视一眼，2个人同时看向树枝来处，浓密的树影间隐约一个黑色的人。2个人同时出击，同时攻向黑衣人，攻击就像闪电唰的过来，黑影没有躲开，挥动手中的剑和四凤乌鸦打在一起。四凤在杨家岭4年多，
杨家岭的村民和善，从不惹是生非。这个黑衣人出现的杨家岭的后山很突兀，很值得怀疑。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，怎么会有如此武功高强的人？这人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会来杨家岭？四凤边和蒙面人打斗，边冲乌鸦打手势。乌鸦立即领会，四凤这是要把这个人引到陷阱里。在四凤的字典里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还有其他的办法。活人不能被尿憋死，只要能取胜，过程如何不重要。丫头，非要把我逼进陷阱里？听到这声音，四凤愣了一下，这声音很熟悉。姑娘，是少主。合着和自己打斗了半天的人是柴君玉，怪不得自己的软剑怎么使都被他化解。四凤的剑术是柴君玉教的，柴君玉当然知道四凤下一招要使什么。这人也真是的，蒙着面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试探他的功夫吗？真是闲得慌。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招招直达要害，幸好我知道你的招数，如果是换个人，只怕不死也会重伤。我说的呢，怎么对陷阱这么熟悉啊？眼看着一脚就要进陷阱了，生生又缩回去了。这山上的陷阱有多少，都在哪里，你都知道的。他一来你就知道吗？还挺会装的。不，刚开始并不知道是少主，打斗中间少主做了个手势，我才知道是少主。四凤点点头表示认可，但心里很不忿，合着柴君玉和乌鸦这是合伙来试探他呀。2年了，分别2年了，他日日都在想四凤变成什么样，想自己和四凤再相见时会是什么情景。现在终于相见了，四凤真正的在自己面前了，柴君玉却又说不出话来。走吧，回家。哦，你是先到山上来的，还是先回家了？柴君玉唇角的笑意更浓。四凤问他的话里说的是先回家，可见在四凤的心里，姚家西院一直都是没有骗他。四凤说话算话，东厢布置得很好。他刚才回家，把随身的衣物先放在东厢。他的家，四凤在东厢的桌子上看到四凤写的字，画的图，可见四凤经常在这屋里读书，真好。不过那字还是那么难看。姚家西院永远都是他的家，东厢是他的屋子，永远都是。我先回了家，已经见了吴凤了。东宝去了学堂，吴凤也越来越漂亮了。没见到你就知道你在山上，就想着过来试试你的功夫长进没有。四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没有见面的时候觉得会有很多话说，是的，每次写信都会啰里吧嗦写上一大堆，可是真见面了却又觉得无话可说。干嘛蒙着脸啊？还好没有伤到你。柴君玉很开心，四凤的功夫进展如此的迅速，有了这身功夫自保没有任何问题。假如遇到了2、3个混混，四凤不会吃亏。功夫进一步少，很好。但还是打不过你。打过我怎么样？打不过我又怎样？你怎么会突然回来啊？你这样的身份是不能随便离京的吧？有公干，要去白沟驿，顺便拐回来看看你们。白沟驿在我大宋和北漠的边境。四凤点点头，既然是去大宋和北漠的边境，那肯定是和北漠有关。四凤知道不该打听这些事，这都是朝廷的事，就没有再问。刚到村口，就听见东宝风风火火跑过来：“哥，我都想死你了，整天想你，做梦都想你。”哥也想你啊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四凤背过了脸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话让四凤的鼻子有些酸。一路上，村民都跟四凤打招呼，待看清楚是柴君玉后，热心的村民也和柴君玉打招呼。柴君玉淡笑着一一回应。双柱和桂枝也听说柴君玉回来了，急忙站在家门口迎接。和别的村民不一样，双柱和桂枝知道柴君玉的真实身份，这会儿见到柴君玉毕恭毕敬。柴君玉却双手抱拳，给双柱行了礼。叔婶子，我回来了。双柱和桂枝哪里敢受柴君玉的这份礼，急忙要跪地行礼，却被柴君玉制止。哎，叔婶，在家里我还是和尚。那意思在杨家岭不要暴露他的身份。双柱桂枝这才诚惶诚恐的应了。哎呦，你这衣服怎么破成这样呀？在山上遇袭了？哎呀，君玉，怪不得你说你想家了。要是我在这里能够住上1年多呀，我也想啊。你瞅瞅你这屋子啊，真好。哎，虽然摆设不起京城，
但是论舒适还是这儿啊。那是。小四凤，我来啦，欢不欢迎啊？欢迎，热烈欢迎。行了，别扯那些嘴皮子了。听说你做的糟鱼好吃，你胡给我想吃3天，管不管？哎呀，还有那铁板烧，虽然你教会了乔小六那帮人，但他们做的没有你做的地道。等会儿你跟你胡哥。柴君玉把背上的柴火扔给了胡勇，满脸不开心。胡哥，哪有这么套近乎的？烦！哥，你这衣服怎么破了？不是刚才换上的吗？四凤有点不好意思，借故自己要去洗漱，赶紧溜之大吉。姐，是不是你？你没认出哥吗？是不是哥是你武功？你手底下没轻重，把哥打成这样？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哥那么远回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？就是姐，看你把哥的衣服都割破了，哥有没有伤到你？我瞧瞧。武凤和东宝围着柴君玉转了2圈，东宝还捏柴君玉的胳膊、腿和肩膀。柴君玉很配合的任由东宝检查，东宝确认没有受伤，长出了一口气。武凤冲着北屋埋怨四凤，四凤躲在自己住的房间里洗漱，不敢出声。为什么不敢出声？理亏啊！柴君玉唇角弯弯，眉眼弯弯，脸上的笑让梁少安惊讶，这样的笑在京城是从来没有的。四凤躲在屋里洗漱不说话，柴君玉还嫌火不够，悄悄地对武凤说：你姐啊，想把我引到陷阱里。啊，姐，你真没认出哥呀？你还要把哥引到陷阱里？老天，哥要是掉进陷阱里，那还不得受伤？那陷阱里勾勾叉叉，掉下去不受伤才怪。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穿一身黑衣服，蒙着面，我怎么认得出来？哥，你是不是想试试姐姐的武功？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哥哥要是不蒙脸，姐姐肯定认出来，那姐姐的武功就试不出来了。姐，这不怨哥，怨你自己。你要是认出来哥，就没事了。你看我，老远就认出来哥了。把你的功夫展示一下，我瞧瞧有没有进展。哥，我每天都练功，乌鸦姐姐盯得可紧了，我这就打拳给你看。东宝在院子里虎虎生威地打起拳来。东宝打了一套拳停下来，舔着脸又跑到了柴君玉的面前。哥，咋样？我打得好不好？下盘上可以，但拳上力道还不够。这2天我再给你做个沙袋，以后每天打沙袋100下，再教你一套棍法，以后拳法和棍法一起练。东宝笑眯眯点点头，只要是他哥说的他都听。梁少安静静地站在一边，看着柴君玉和姚家人互动，他能感觉出来柴君玉回到姚家西院后的轻松。一出京城，梁少安就觉得柴君玉有了点变化。柴君玉催着他们赶路，一路北上，进了大名府，柴君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脸上时不时还有一点微笑。柴君玉回来了。到了青山镇，上了船，柴君玉和撑船的老头说话，还随手把一壶酒给了撑船的老头。柴君玉喊老头酒爷爷，那老头接过酒，丝毫没有推辞，也丝毫没有被他们这几个人身上的衣着吓到。老头还问柴君玉在京城如何，他们2个说话就像唠家常一样。梁少安还窥探到了柴君玉的小秘密。刚才武凤和东宝联合起来埋怨四凤的时候，柴君玉脸上的得意很明显，哈哈，被2个小孩子护着，他竟然这么开心欢喜。哎呀，强大如表弟这样的人，原来也需要人保护，被这样可爱的孩子保护。等回到京城，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宁王，宁王肯定会笑掉大牙。四凤、五凤开始张罗做饭，院子里梁少安、胡勇在帮着摆桌子了。天已经暖和了，在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在这样干净整洁的院子里，卸去一切重担，回归最初的本真，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别是一番滋味。柴君玉丝毫没有在京城那种都指挥使的范儿，他跟着忙前忙后，倒显得梁少安和胡勇是大爷了。雨墨、小五哪敢让柴君玉给他们服务，跟在柴君玉的身后忙活，但总是忙活不到正经的地方。四凤看柴君玉不管干什么，屁股后面都跟着2个尾巴，就笑着说道：哥，你还是别做了，你看看身后的2个尾巴，不难受？去那边好好坐着。得，雨墨和小五抖着腿坐在凳子上，这种被主子伺候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滋味？很刺激，很新鲜，很忐忑，但是腿为什么抖得厉害？
哎呦，难得享受君玉服饰啊！哎，少安，从小到大这可是头一次吧？那是，咱们几个在一起，从小到大都是咱们伺候君玉，连王爷也不例外，头一次啊！嘿嘿，等回京了，咱们给王爷说说，让他羡慕嫉妒恨。哎，对，就王爷那小心眼啊，肯定不乐意。哎呀，我都能够想得出来，王爷追着君玉的屁股后面嘟嘟囔囔的那样了。哎呦，就这么办。哎，还有李泽远和江承勋，他们肯定是羡慕死。以前你们跟我哥在一起，都是你们照顾我哥吗？哎呀，可不是光照顾那么简单，做了错事啊，都是我，挨打的也是我。哎，君玉啊，你是不是该给我端杯酒，向我道个歉呢？从小到大，咱俩只要是一起做错了事儿，挨打的不都是我？杨正元也知道柴君玉回来了，他先来到了双柱的家，站在双柱的院子里，听着西院几个人谈笑风生。当杨正元听到他们的谈话中，一会儿出现个王爷，一会儿出现个侯爷，还有娘娘什么的，吓得魂不附体。这帮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杨正元小声地问双柱，双柱摇摇头，不能说呀，四凤交代过，不能说的。和生的真实身份说出来，吓死人的。西院这边热热闹闹的，东院的人都提心吊胆。姚老爹自然是欢喜的，当年四凤从小友河救上来的和生，竟然是京城人士，这太好了。现在人家有良心，又回来看望四凤，好好好。姚老爹这心里头欢喜多于忐忑，他一会儿从东院出来，站在街上看看西院的门口，一会儿又回去，一会儿又出来，他在想见到和生了该怎么和和生说话。姚周氏躲在屋里不出门，心里直念叨：忘了我，忘了我，忘了我。姚老二和李翠花一听说和生回来了，早就躲了出去。姚老大夫气尚可，毕竟他们俩自认为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就算是在二凤的事情上，他们心理上有了一点点偏袒，但二凤最后还是走了。这一晌，柴君玉、梁少安、胡勇还有雨墨、小武都在西院，连门都没有出。杨家岭的村民有好事的在西院门口走动，却只听到西院传来阵阵笑声。你和勇子先走吧，我在家里住几天。君玉，咱们改到杨家岭已经耽误1天了，行程紧张啊。少安，君玉想住就住呗，大不了咱们也住下。君玉什么时候走啊，咱们就什么时候走。四凤，行不？闭嘴！不管梁少安怎么劝说，柴君玉还是决定在西院住下，也没说住几天。无奈梁少安只好妥协，谁让他是表哥，是大的，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。从小到大，他总是让着柴君玉，都让成习惯了。外公，原来你早就预料到了。天黑之前，梁少安、胡勇离开杨家岭姚家西院。本来雨墨和小武要留下来，但柴君玉把他俩也赶走了，理由是家里没有那么多的地方住。再说了，多2个人，五凤就要多做2个人的饭，累着五凤咋办？柴君玉、四凤、五凤、东宝送梁少安、胡勇、雨墨、小武4个人上了杨老九的船，离开杨家岭。没办法，柴君玉任性可以留下，他们不能留下。镇上的青山酒楼后院还有30个随行禁军呢。晚上，柴君玉躺在东厢，此时的杨家岭已经陷入了黑暗中，外面没有了喧闹，只有偶尔的犬吠声。这就是家，这就是心安的地方。师傅说的太对了，汝心安处便是汝家。一夜无梦，次日天蒙蒙亮，柴君玉早早起来。彼时四凤和乌鸦也起来了，他们3个一起踩着晚春的清凉去山上锻炼。走在寂静的街上，柴君玉脚步轻快，在后山上打拳锻炼捡柴火，背着柴火下山回家，这一切都这么的熟悉且亲切。四凤和乌鸦在屋里洗漱的时候，柴君玉扫院子挑水。当柴君玉挑着空水桶出门挑水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姚老爹。姚老爹讷讷地看着柴君玉，小声又胆怯地呵呵笑笑。爷爷。这一声爷爷让姚老爹百感交集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做，只能木讷讷地站在原地不动。杨家岭的村民或多或少都能感觉到，2年后回来的柴君玉虽然还穿着2年前的衣服，虽然还是那张脸，但整个人的气度和气质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他们说不上来，但就是不一样了。柴君玉依旧和2年前一样，
见到谁都打招呼。看到杨正元依旧喊村长伯伯，看到姚家族里的长辈依然恭敬地喊爷爷、喊伯伯、叔叔、婶子。但柴君玉那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，只是杨正元腿肚子有点软，答应的声音有点低。虽然没有人知道柴君玉的真实身份，但如今的柴君玉已经不是当初的和珅，这是他们一致的认为。哥，你看看这个。柴君玉拿在手中，这东西看着像弓箭，但是比弓箭重，而且比弓箭小。这是什么？弓弩。弓弩？对，小型弓弩，我做了好几个，这是最成功的，以前的4个都废了。这个上个月刚刚做好，有些粗糙，不过100步之内，穿透力还可以。我曾经用这个在山上打了只野兔，只是箭头不锋利，野兔只是伤了没死，就是后院东宝养的那只兔子。柴君玉将信将疑，这小小的弓弩巴掌大小，射程竟然达到100步，可能吗？我们去山上试试吧。柴君玉没有反对，跟着四凤再次上山。四凤，如果把它换成铁箭头，是不是威力更大？是的，因为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在家里削木剑，所以威力和我想的差太远了。如果弓弩都改成铁的，威力会更大，或者做成重弩车，平原作战，这就是大杀器。柴君玉看着四凤，许久没有收回目光，他心里是欢喜，是狂喜，是感慨。有图纸吗？有，在家里，一会儿回去拿给你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个？这是你以前用过的吗？四凤点点头，前世用过弓弩，不过那种弓弩的杀伤力非常强大。柴君玉接连又试了几下，直到把弓弩里的8支短箭都射完。柴君玉发现每支箭射出去的距离都和四凤说的差不多，可见四凤是经过多次实验出来的结果。四凤，回去后再研究研究，咱们做一个重弩车。哥，只做一个重弩车吗？你可想过在千军万马之前，一排重弩车出现会是什么感觉？柴君玉看着四凤，眸子里都是炙热。一排重弓弩，一声令下，万弩齐发，那是什么场面？柴君玉想着战场上的情景，不觉深呼吸。四凤做这个弓弩可真是太好了，弓弩加上重弩车，他要建立一支让北漠人闻风丧胆的军队。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用到战场上，只是我不敢做，怕出大事。想来想去，就先做了弓弩。重弩车的原理和弓弩一样，只不过比弓弩大，一次性射出去的多，杀伤力也大。你回京之后找可靠的工匠，再好好的斟酌研究一下，应该不难。回到家中，四凤把图纸拿出来，那些图纸四凤画了很多次。四凤从第一个弓弩开始，讲他做弓弩的过程。第一个没有成功，第二个箭没有射出弩，断了，直到第4个才做成了射程100步之远的木弩。柴君玉看完图纸，示意四凤把手伸出来。以后这种活就不要再做了，等我从白沟一回来，你们跟着我回京城。以后你想做什么东西，你只管画图，我找人去做，不准再受伤，听到没有？四凤被柴君玉这张严峻的脸唬了一跳，这么快就不笑了，变脸了？好，以后只画图。其实我本来就不擅长这些的，只是想试试不成功，我就不服气了，最后就这样了。柴君玉还能说什么？四凤那不服输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？他本不应该如此辛苦。乔瑞林给他的分红，除了火锅还有蛋糕店，一年几千两银子，难道不够他们姐弟3个花吗？可是柴君玉能说什么？四凤就是个不能闲着的人。哥，听说府里举办了花会，邀请了很多京城的贵女，让你挑媳妇，你挑到没有啊？你听谁说的？谁跟你胡说八道的？哥，我也知道，是柴四小姐在信里面说的。四小姐说，王妃在王府里举办了很大的花会，邀请了全京城很多贵女，让你挑选。不过四小姐没说你选了没有。哥，你是不是要成亲了？他胡乱说些什么呀？别听他胡说，没有的事。花会确实有，不过那天我不在府里，我一直都在营帐。至于你说的挑媳妇儿，军线倒是挑到了。因为不知道柴四的信里都说了些什么，柴君玉说话非常小心。那件事他很恼火，但是他并没有参加。王妃和孙氏的安排，他从来不会听从。当时接到柴四小姐的信，四凤还和乌鸦五凤好一顿嘲笑。你知道还问我？这小厮啊，整天胡乱写什么呀？等回京定要好好说说他。其实四小姐挺好的，
你可别训斥柴四小姐。哥，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要娶媳妇了？哥哥当然要娶妻了，但是哥哥将来娶的一定是你们认可的，你们不认可，哥就不娶。说话算话，拉钩。柴君玉在杨家岭姚家西院一下子住了5天，这5天他一刻都没闲着，和四凤一起讨论弓弩和重弩车，图纸改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重弩车和神臂弓的图纸终于出来了，就连详细的制作分解图也出来了。第6天，柴君玉该走了，他能回来住5天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。想不想跟我去白沟驿看看？白沟驿离北漠的人很近了，北漠人的大草原一望无际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你应该见见他。柴君玉的话让四凤两眼放光。白沟驿呀，他看过那些书，还有柴君玉转给他的唐报中都显示，那是北漠使臣和大宋使臣见面的地方，也是离北漠最近的地方。我可以去吗？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收拾一下东西，再给五凤交代一下。五凤和东宝听说四凤要跟着他哥去白沟驿，虽然有些不舍，其实柴君玉也不希望四凤姐弟3个分开，但是柴君玉这回就是狠心了。五凤东宝越来越大，迟早要离开四凤，四凤不能一直这样护着他们。不过考虑出去的时间长，四凤让乌鸦留在家里，一来他和五凤东宝作伴，二来乌鸦冷静，身手厉害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乌鸦好帮忙。九爷爷，我想跟着我哥去趟白沟驿，白沟驿离霸州很近的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要嘱咐的？小凤凰，白沟驿离北漠近呐，出了白沟驿城，过了白沟河就是北漠，可不要乱跑，规规矩矩的啊，看看就回来。知道了，九爷爷。杨老九默默无声地撑船，把他们送到了对岸。四凤稳稳地跳上岸，正要走，杨老九又喊住了四凤：小凤凰，记住了，到了白沟驿换男装，不要穿女装，跟你哥要形影不离，出了白沟驿就是北漠人的地盘，切记不能落单。四凤点点头，在杨老九担忧的目光中，四凤摆摆手，跟着柴君玉上路。柴大爷，您现在就走吗？多谢邹掌柜。邹掌柜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跟我哥去2匹白马都是柴大爷的。四凤这才明白，柴君玉在京城就决定要带他去白沟驿。2个人翻身上马，出了后院，沿着官道一路向北偏东方向追赶梁少安。四凤虽然会骑马，但毕竟不是太熟练，加上在杨家岭鲜少骑马，柴君玉并没有跑多快，但就是这样，四凤也够呛了。等他们到了白沟驿，四凤的双腿内侧还是红肿，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血痂。梁少安他们已经到了几天，见四凤和柴君玉一起来了，竟然没有丝毫的惊讶。四凤的房间也早就准备好了。还我饼干！四凤狠命一喊，醒了。柴君玉正看着他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干嘛抢我饼干？饼干？谁抢你饼干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你抢的，刚才我正做梦要吃饼干，你给我抢走了，还我饼干，饿死了都。起来吃饭，都给你端来了。四凤看到桌上热腾腾的饭菜，顿时毫无形象地跳下床，扑到桌前，抓起筷子吃起来。慢点吃，你这样子跟10年没吃东西一样，就像村里人说的狼掏的。四凤边往嘴里塞东西，边挤出一丝笑，只是嘴里都是菜和馍馍，那笑容实在是难看呢。以后出门不要穿女装，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，都是新的，你试试。柴君玉说完就出门了。四凤穿戴好，打开门出去，柴君玉就背着手站在院子里头。女扮男装的四凤身上那种疏朗淡泊的气质不言而喻，眉宇间的英气显露无遗，谁家的俏儿郎啊？君玉，我刚才这是谁呀？你啥时候带过来这么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兄弟啊？你不是跟小四凤一起来的吗？怎么？小兄弟，我咋瞅着你这么眼熟呢？你就请胡将军安。四凤双手抱拳，给胡勇行了一礼。胡勇皱皱眉头，也双手抱拳。这人实在是眼熟的很呐。胡将军，我们家的铁板烧好吃不？哎呀，你说我咋这个眼神呢？君玉，我眼拙。四凤妹妹，别跟老胡一般计较啊！老胡这眼睛呐，就是个摆设，管出气的。四凤哈哈哈又笑。柴君玉虽然没有笑，但脸上的表情很好。
四凤这身打扮，不是熟悉的人倒真能以假乱真，只是肤色还得改变一下。白颜要是在就好了，能给四凤易容一下。想到白颜，柴君玉的心里沉了一下。白颜前去北漠已经几个月了，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。白沟驿原先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，但是这些年因为北漠和大宋使团每年都要到这里，白沟驿的地位渐渐的重要起来。柴君玉没有告诉四凤来白沟驿要做什么，但是思维敏捷的四凤知道，一个马军司都指挥使，柴王府的未来当家人，不可能闲着无事到白沟驿来游玩。白沟驿可是大宋和北漠的纽带。到白沟驿的第2天，柴君玉、四凤休整了一夜，2个人都恢复过来。梁少安和胡勇讲了他们到白沟驿后的情况，没有惊动白沟驿官府，他们先暗地里查访了一番，还有白沟驿马场。听完梁少安、胡勇的讲述，柴君玉没有发表意见，他让梁少安和胡勇继续按照他们的方式在白沟驿查访，而他则带着四凤在白沟驿城内转了一整天。哥，你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说来白沟驿要做什么，是北漠人有什么异动吗？还记得上回你在信里说，你和乌鸦看到北漠使团路过青阳城，在青阳城住2天吗？那北漠使团是不是真有问题？北漠使团进京后一直有专人接待，我并没有接触。不过因为你的来信，我派人专门盯着使团，果然和你说的一样，主使的那个文官只是面上的主使，真正的当家则是主使身边的那个护卫。你有所不知，这些年没有战事，北漠使团的接待，荒山哥从来不让柴王府接近，是以我这个个人的身份。不过我让人临摹了他的画像，问爷爷，爷爷也没有多大印象。我命人快马加鞭送到了边境，找到了咱们以前留在边境的线人，才知道这护卫竟然是北漠南枢密院枢密使耶律宏远。四凤听到这里顿时睁大了眼睛。耶律宏远是北漠南枢密院的枢密使，执掌南院已经有10年之久了。北漠的南北院都被皇上亲自执掌。这个耶律宏远是北漠皇帝的亲叔伯兄弟，在北漠素有威望，且骁勇善战，曾经多次带兵平定了北漠一些部落的叛乱。耶律宏远这么厉害，怎么要装扮成一个护卫来大宋呢？对，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耶律宏远的身份尊贵，为什么会扮成护卫跟着使团前来？我的人一直都在跟着，使团在京城多少天，他们就跟了多少天。这位南院的枢密使在京城非常活跃，我说的活跃不是白天的活跃，而是晚上。一到晚上，耶律宏远就会换上隐形衣，悄悄地离开住处。我吩咐着人只管跟着，不用打草惊蛇。最后还真的跟出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快说快说啊！四凤很兴奋，血液里那种隐藏着的好斗性，在他听到柴君玉讲的耶律宏远的事情后，浑身的血液都有些沸腾。是不是耶律宏远来大宋，就为了看看大宋朝廷到底什么样，再衡量一下他能不能打赢大宋？还是说他另有图谋？哥，你快说啊！接下来柴君玉的述说让四凤大为震惊。耶律宏远在大宋期间，每天夜里都出去，他见的人，被跟踪他的人列出了一个清单，竟然全都是大宋朝廷的大臣，大到4品官员，小到7品城门领，耶律宏远都见了。至于说了什么，因为柴君玉吩咐不能靠近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暗卫没有靠近。但就这些名单列出来，就足够柴君玉怀疑了。这么说，你这趟白沟驿之行就是为了去北漠看看？也是也不是。耶律宏远的事情出来之后，我和爷爷商议，因为耶律宏远除了见人，并没有其他出格的动作，我们即便是抓住他，也是师出无名。再说耶律宏远的身份特殊，要是在京城出了事，正好给了北漠借口了。所以爷爷的意思是先放下，不用管。四凤点点头，在两国交好的时候，一方贸然动手，定然会给另一方动手的借口。柴王老谋深算，当然明白这个道理。不过按照四凤的想法，耶律宏远也不是不能动，等他回到北漠境内再动他，就和大宋没什么关系了。2个月前，太仆寺上奏说京城外马场的战马生了一种病，变得焦躁不安，马军司的一些战马也出现了这种症状，不过很轻微。因咱们大宋的马场都在边境这边，皇上命我来北疆的马场看看。虽然和北漠已经多年没有大的战争了，但是一旦战火燃起，战马出现问题，大宋的军队将会一败涂地。明日我们去马场。好，去马场。那哥，咱们能去北漠走走吗？哥，你是不是想去北漠摸摸情况？耶律宏远能乔装改扮来大宋，你是不是也想乔装改扮去北漠？柴君玉不说话，但
但是眼神已经暴露了四凤说的对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哈哈，我自己都觉得呀，我聪明绝顶了。四凤这样说完，忽然脸红了。他两时加起来都接近40岁了，怎么会突然这样自己夸自己？羞不羞？哥，北漠什么情景？咱们什么时候去？不急，明日去看看战马再说。哦，是我，不是咱们。哥，别那么小气，你去了我不去，你好意思扔我一个人在这儿？要去一起去。柴君玉冷下脸，可是他再冷脸，四凤也不怕。哎，遇到四凤，柴君玉真没办法。想想他好歹被人称为冷面杀神，马军司那些人没有不怕他的，可是为什么在四凤面前他这脸冷不下来？即使冷下脸，四凤也不怕。柴君玉无奈的苦笑，又说了会儿其他的，叮嘱四凤早点睡，方才离开。四凤在屋里跳了2圈，很兴奋。耶律宏远，北漠是不是要打仗了？打仗少了他可不行，到时候他要从军的。这一夜，四凤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战场上的事儿。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梦见自己骑在马上，和一个看不清楚面目的人打仗。乖乖，这仗打得真激烈，你打我一锤，我砍你一刀，胯下的马还嘶鸣不断，这仗真激烈，激烈到他出了一身汗，腿一蹬醒了过来，原来是一场梦。